我开公司800万的库里南接孩子放学，被新来的实习生拍照举报到老板那里。当所有人以为我要被开除时，我摊牌了，这辆车其实是我借给公司的。例会上，新来的实习生李娜突然把投影仪切到了我的考勤表，然后得意地把一叠照片摔在桌上。老板，我举报林青每天开公司的车接送孩子，公车私用，建议立刻开除。什么公车？那辆价值800万的库里南明明是我自己买的，只是免费借给公司撑场面罢了。楚总，公司严禁公车私用，林总监却每天开车接送孩子、买菜，甚至周末去郊游。公司现在降本增效，这种行为如果不严惩，怎么服众？这货是真不知道大小王，楚生可是我老同学，当年公司需要撑场面，我二话不说，把刚提的库里南开过来，这一用就是2年，油费保险都是我自掏腰包，公司上下谁不知道这车是我的？林青，李娜反映的情况属实吗？2年前借车时，楚生说等公司赚了钱给我买辆新的。1年前，我把这辆车抵押出去，贷款给他发工资。那时他说这车是公司的救命稻草，是我的功勋章。现在他问我属实吗？楚总觉得呢？林青，虽然你是公司的老员工，也是我的老同学，但公私分明，这是原则。你把车钥匙交出来，以后这辆车由行政部统一管理。另外，之前的油费和损耗从你工资里扣。楚总英明。还有，我觉得林总监应该在全员大会上做个检讨，毕竟影响太恶劣了。检讨就不必了，发个全员通报批评吧。好，车钥匙在这儿，通报批评我也接受。楚总，希望这辆车能给公司带来更多的好运。林青，你能理解就好，我也是为了公司。林总监，早这样不就好了吗？非得让人举报才肯交出来。他以为他抢到的是权力，其实他抢到的是一颗雷，一颗足以把这间公司炸得粉身碎骨的雷。半小时后，公司每个人收到一封邮件，是关于总监林青公车私用的处罚通告。通告中说我长期占用公司顶级接待用车库里南，用于接送子女、购物等私人用途，严重违反公司资产管理规定，造成恶劣影响。真没想到林总监平时看着挺清高的，背地里这么爱占小便宜。就是啊，那可是库里南，几百万的车呢，天天开着接孩子，也不怕折寿。活该被整顿，李娜这次真是干得漂亮。我坐在办公室听着外面的窃窃私语，这时李娜突然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表格。林总监，财务那边算出来了，你需要补缴油费、折旧费、过路费共计12万8千，楚总签过字了，让你3天内补齐，如果不补就从你的工资里扣。算得真细啊，连我周末开去 4S 店做保养的路程都算成了私用。12万8，李娜，你数学不错。那是自然，林总监，我知道你不服气，但这是公司的规定，你享受了不该享受的待遇，就得付出代价。享受？你知道这辆车的保险1年多少钱吗？公司交的，我哪知道？不是我交的，1年5万。保养呢？也是我做的，一次1万多。那也是你应该的，谁让你开了那么久？你知道这辆车2年前是谁开来公司的吗？谁知道，反正现在是公司的。林总监，别扯这些没用的，赶紧把钱交了。车钥匙我已经拿走了，以后你想用车得填申请单，经过我审批才行。一个入职不到3个月的实习生，审批运营总监的用车申请，这画面想想都觉得魔幻。行，这钱我认。林总监，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了，楚总让我通知你，下周有个重要客户要来，你把车里的私人物品清理一下，别让客户看见什么儿童座椅、玩具之类的，丢公司的脸。好。王律师，我是林青，我想咨询一下关于私人财产被公司非法侵占以及追索垫付费用的法律问题。林女士，您这边有什么证据吗？我有，每一笔转账记录，每一张发票我都留着，这里面装着这辆库里南的所有原始票据。既然他们要公事公办，要算账，那咱们就好好算算。把这个坐垫扔了，太土了。还有这个挂件，什么玩意儿？扔了。后备箱里的箱子也搬出来，谁知道里面装的什么私货？那是我的定制真皮坐垫，价值8000。那个挂件是我女儿亲手做的平安符，后备箱里的箱子装着我给客户准备的高端伴手礼，是我自费买的。新作家，努力工作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加油！加油，李娜，希望你开得稳一点，毕竟这辆车脾气不太好，只认主人。林总监，鉴于你这次违纪影响较大，公司决定暂停你的部分职权。楚总的意思是，这周你先不用负责具体的业务了，主要做一下反省和交接。交接给谁？李娜，一个实习生。楚总说，李娜虽然年轻，但是原则性强，敢于指出问题。公司打算破格提拔她做主管，先替你分担一部分工作。踩着我的尸体换来一个主管的位置，这笔买卖李娜做的划算。好。林姐，楚总让我跟你对接一下客户资料，特别是谢总那边的。下周1他要来，我得提前熟悉一下。
谢总，谢志，这是公司目前最大的客户，也是我2年前靠这辆库里南硬生生从竞争对手手里抢过来的。谢总这人讲究排场，更讲究眼缘，资料都在共享盘里，你自己看吧。有些细节文件里没有吧？比如谢总喜欢喝什么茶，吃饭有什么忌口，平时有什么爱好？谢总喜欢喝大红袍，不吃海鲜，喜欢打高尔夫。谢总确实喜欢大红袍，确实不吃海鲜，但他最讨厌的就是不懂装懂、急于表现的年轻人。记住了，谢谢林姐。对了，车钥匙我已经给司机老王了。楚总说，以后这车只有接待谢总这个级别的客户才能用，平时都要封存。挺好。李小姐，您来了，车子最近没什么问题吧？没问题，我要做一个全车检测。另外，帮我把定位系统升级一下。好的，您把车开来了吗？没有，过几天有人会把车送过来。记住，只要车一进店，立刻把所有门锁死，没有我的指令，谁也别想开走。明白，这车是您的名字，我们只听您的。哟，林姐，打车呢？不好意思啊，楚总要去谈业务，车我们征用了。这大热天的，你也别太辛苦，早点回家带孩子吧。林青，打个车报销吧。报销，楚生，你大概忘了，这辆车的油卡绑定的还是我的手机号。用我的车加我的油去谈你们的业务，还要嘲讽我打车，这群吸血鬼真是吸得理直气壮。你好，是银行客服吗？我要挂失一张加油卡，要求立刻冻结。师傅，去最好的写字楼中介。既然要算账，那就连房子一起算。公司现在的办公楼是我名下的一处房产，以低于市场价1半的租金租给了公司。明天正好到期，李娜不是说要降本增效吗？那就从房租开始吧。林青，你在哪儿？在家。加油卡怎么用不了了？老王去加油，显示卡被冻结了。那张卡是我个人的名字办的，我不小心弄丢了，就挂失了。那你赶紧解冻啊，明天还要用车呢。解冻的去柜台，还得本人带身份证。这周末银行不上班，我也没空。林青，你是不是故意的？不就是让你交了点罚款吗？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公司的业务要是耽误了，你担待得起吗？楚总，首先那是我的卡，我想挂失就挂失。其次，公司用车，为什么要用我的个人卡加油？财务不是每个月都给司机发加油费吗？财务确实发了加油费，但是那笔钱进了谁的口袋？楚生心里清楚。以前我不计较，是因为我觉得公司是大家的，我多出点无所谓。现在我想计较了。行，林青，你行，这油钱公司出，你以后别想再用公司的任何资源。好的，楚总。明天上午10点带新租户来看房。好的，林姐，那个位置很抢手，有家金融公司想出双倍价格租。没问题，只要不是现在的租户，谁都行。这些年我前前后后为公司花了500多万，明天我要让他们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的吐出来。谢总还有多久到？楚总，刚刚谢总秘书发来消息，谢总刚下飞机，正在出发去园区。老王，快把车开到园区门口。怎么回事？快点啊，谢总等着呢。打不着火，明明刚才还是好的。怎么回事？关键时刻掉链子。楚总，车锁死了，显示防盗系统激活，发动机锁死。什么？林青，是不是你搞的鬼？车为什么动不了？楚总，车坏了就修啊，找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修车的。你别装蒜，这车只有你能控制，赶紧解锁。谢总就在门口。楚总，您是不是忘了，上周这辆车已经被李主管收归公有了，钥匙他在手里，管理权在他手里。现在车坏了，那是你们管理不善，关我什么事？林青，你故意的，你想害死公司吗？你知道谢总这个单子有多重要吗？我知道啊，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只是一个正在接受通报批评、被停职反省的员工。接待客户这种大事，还是得靠李主管这种原则性强的人才行。你到底解不解锁？林青，我命令你立刻解锁。楚生，你凭什么命令我？我是老板。呵，老板，那我也通知你一下，这辆车是我的私有财产，我有权决定它什么时候动，什么时候不动。现在我心情不好，他就不想动。楚总，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谢总，实在不好意思，车突然出了点故障，我们马上处理。林小姐，您这是要离职？是啊，谢总，这家公司庙太小，容不下我这尊大佛。这不，车都被扣了，人也被赶了。楚总，我记得2年前我是看在林小姐的面子上，才跟贵公司合作的。是，谢总，这都是误会。林小姐的车被你们扣了，人被你们赶了，这也是误会。当初林小姐跟我说，这辆库里南是她为了表示诚意，专门拿出来接待客户的，怎么到了你们嘴里就成了公车私用了？
谢总，您听我解释，是林总监他违反规定在先。闭嘴，林青，你快跟谢总说说，这都是内部的一点小摩擦，咱们自己解决，别让外人看笑话。楚总发通报批评，让李娜把我的东西扔在地上踩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丢人？谢总，如果不介意，我可以用这辆车送您去下一个行程。至于这家公司，我觉得他们可能更适合骑共享单车。正好我那边有个新项目，正缺个懂行的合伙人。林小姐，咱们车上聊。谢总您别走，我们还没谈呢。楚总，做生意先做人，人品不行，生意做不大。林小姐，这一手漂亮，让谢总见笑了。不过你就这么走了，太便宜他们了吧？便宜？怎么可能？这时候中介应该带着新租户到了。林姐，我们到了，楚总好像不在状态，前台也不让我们进。直接报警，告他们非法侵占，合同和房产证复印件拿好。收到。楚生、李娜，好戏才刚刚开始。林小姐，根据您提供的证据，我们胜诉几率很大。另外，关于写字楼的租赁合同，您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并要求支付逾期占用的双倍租金。王律师，再加上一条诽谤，李娜捏造事实，恶意重伤，导致我在行业内名誉受损，我要起诉她个人，要求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这个取证可能稍微麻烦点，毕竟是公司内部邮件。我有录音。林小姐，您真是未雨绸缪，有了这个，李娜这次跑不掉了。中介带着警察和新租户上门了，警察要求公司限期搬离。谢氏集团宣布解除与公司的所有合作，并保留追究违约责任的权利。公司完了，都怪这个李娜。林青，到底想怎么样？你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吗？楚总这话说的，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房子是你的，车是你的，这我认。但是你为什么要让谢总解约？为什么要带人来闹事？谢总解约是因为他觉得你人品不行，带人收房是因为你们赖着不走。楚生，做人要讲道理。林青，咱们好歹同学一场，你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吗？公司倒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也付出了那么多心血啊！我的心血被你们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供养。楚生，当你默许李娜羞辱我的时候，当你为了省那点钱想把我的车占为己有的时候，我们的同学情分就已经尽了。林青，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回来吧，总监的位置还是你的，副总给你做，李娜我马上开除，车还给你，房租我双倍给，求你跟谢总说说情。晚了，法院的传票应该明天就会寄到。楚总，留着力气跟法官解释吧。李娜竟然把这件事颠倒黑白发到了网上，说什么富豪女高管霸凌实习生，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刚正不阿、敢于挑战职场潜规则的00后整顿职场斗士，竟然还真有网友信了。太恶心了，这就是资本的嘴脸吗？小姐姐好样的，这种蛀虫就该曝光。心疼小姐姐，得罪了这种有背景的人，以后职场路难走了。人肉他，这种人不配待在职场。难怪我的手机开始收到各种骚扰短信和辱骂电话，看来李娜是想跟我鱼死网破。他以为利用舆论就能翻盘，幼稚！既然想玩，那我就陪你玩把大的。各位媒体朋友，我只是做了一个员工该做的事，没想到维护规则的代价竟然这么大。李女士不仅霸占公司资产，还利用私人关系打压公司，导致我们现在无法正常运营。请问林女士公车私用的具体金额是多少？12万8千，这还只是2年的邮费和折损。那她为什么要报复公司？因为她觉得公司离不开她，觉得她有特权。这种人太嚣张了，严查。必须道歉。所谓的公车是我免费借给公司使用的私家车，2年来我自掏腰包养车，垫付工资，公司办公地点也是我名下房产，合同到期不续约，属于非法侵占，已对楚生及李娜提起诉讼，一切交给法律。我去，反转了，这也太不要脸了吧！拿着人家的车还反咬一口，这就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啊！那个实习生太绿茶了，老板也是个极品，软饭硬吃啊！楚总，请问林女士发布的证据属实吗？库里南真的是她个人的吗？李小姐，录音里那个威胁上司的人是你吗？你们是不是在利用公众同情心？不是这样的，那是剪辑的，是假的。这都是误会，我们回去核实一下。楚总，别急着走啊，房子的事儿还没说清楚呢，什么时候搬？林青，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撤诉吧。我现在破产了，什么都没了，房子车子都被查封了，背了一身债。你再告下去，我就只能去坐牢了。楚生，当初你要罚我12万8的时候，想过这一天吗？我鬼迷心，我嫉妒你，嫉妒你有钱有能力，全公司都听你的。我想证明我是老板，我想压你一头。所以你就纵容李娜？是，我觉得她像年轻时候的我，有野心。野心如果没有能力和底线支撑，那就是贪婪。林青，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放过我吧，哪怕让我给你打工还债也行啊。
现在我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谢志是我的天使投资人。楚生，我不缺打工的，官司我会继续打，赔偿1分不能少，这是原则。至于你以后怎么样，那是你自己的事。送客。林姐，我错了，我是被楚生蛊惑的，我还年轻，你别毁了我。那个诽谤罪如果成立，我就有了案底，以后怎么找工作啊？林姐，求求你见我一面，让我给你磕头都行。林姐，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只是失去了一份工作，背上了一个案底，而我差点失去我的尊严。年轻人想上位没错，但不能踩着别人的善意上位，这个教训，希望你以后能记住。你动作怎么这么慢？我都等半天了。对不起，对不起，马上就好。等那么久，早就没心情喝了。那个店员挺可怜的，听说以前在大公司当主管呢。得了吧，那是他自己作死。之前网上那个事儿你不知道，就是他。我想起来了，活该啊！当初那个不可一世的职场整顿者，终于被生活整顿了。刚刚那个竟然是楚生。妈妈，那个叔叔怎么了？那个叔叔迷路了。那他还能回家吗？大概回不去了。楚生破产后背负巨额债务，成了失信人员。听说他想自杀，但没死成。如果我没有库里南、写字楼和谢总这样的人脉，或许今天翻垃圾桶的就是我。这个世界很残酷，方向盘永远要握在自己手里。